因为外星人看起来不像个人类，于是老奶奶便将她的双手高高举起，给她穿上了一件外套，这样看起来就显得自然多了。殊不知，正是这个善意的举动将会救自己一命。这天家里来了一个小偷，正好被他撞见。为了避免牢狱之灾，对方想要杀人灭口，而远在几公里外的外星人竟然一下子就感知到了，紧接着他的脑袋瞬间就蓝温了起来。那个小偷还不知道自己的生命即将走到尽头，几秒后蓝温消失。等警察赶到老奶奶家时，就只看到了小偷的尸体，而死因竟然是因为脑袋突然爆炸所致。面对警方的询问，安妮则极力地解释到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她当时也被吓了一跳。警察也深知人类不可能做到这种事情，一时之间双方都陷入了沉思。但突然他又想到了什么，赶紧驱车赶往好友的家中。此时外星人正在院子里修理飞船，他二话不说就抱了上去，感谢对方救了自己一命，能够做到这种事情的也只有他了。三人都为收留这个外星人感到庆幸。几天前的深夜，一阵巨响将男人从梦中惊醒，似乎是有什么东西坠落了。他赶紧跑出去查看，竟发现一艘外星飞船落在了自家的院子里。他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赶紧拨通了报警电话。可当警察听到是外星飞船时，加上对方是个老人，便认为他是得了老年痴呆，不记得自己女儿的号码而打错了电话，便毫不犹豫地挂断了。没办法，老人只能先不了了之。可等第二天晚上他再去查看时，一个外星人竟然从里面爬了出来，对方的状况似乎不太好，躺在地上一动不动。他被吓了一跳，赶忙回到家中，再次拨打了报警电话，表示现在又多出来了一个外星人。可对方却警告他，如果再胡言乱语，浪费公共资源就会逮捕他。老人还是不放心，于是在当天的居委会上，他将飞船以及外星人的事都说了出来。众人听后皆默不作声，显然没人相信他所说的，这简直太荒谬了。就连他的好友梅也指责他不该在这么重要的会议上胡言乱语。然而等他回去时，外星人已经爬到了门口，并且恢复了一些力气。对方就这样无助地望着他，老人实在看不下去了，便进屋倒了一杯水，接着又为他拿来一条毯子。出于害怕他不敢将其带进屋，只能先暂时将他安顿在院子里。等到第二天早上起床时，外星人已经裹上毯子蹲在了门口，看起来就像是一个无家可归的孩子。老人看得实在是心疼，便邀请他进屋取暖。不过对方似乎听不懂英语，于是他便做出了一个邀请的手势，这个手势却被对方记在了心里，并会在日后邀请老人去他的家乡参观。老人为他端来一杯水，外星人则小心翼翼地接过并品尝了起来。他猜测对方肯定是饿了，不过他不知道这个家伙到底喜欢吃什么，便准备了好几种食物放在他面前。结果发现他竟然喜欢吃苹果，他便赶紧去超市买了满满一箱。超市的收银员很疑惑，他买这么多苹果干什么 ？For the alien that's back in my house. You mean an illegal alien? No, like an alien from outer space.听到此话，收银员只觉得这个老头病得不轻。当然，对于这些老人并不在意。等他回到家中时，电视正在播报一则新闻：几天前，卫星拍摄到一架神秘的飞行器降落到了地球。如有知情人士，请及时与警方联系。就在这时，外星人悄无声息地走了过来。正在看新闻的他被吓了一跳，对方也是虎躯一震，见他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老人便开始带他四处熟悉，并一一介绍起屋子里的各种家具。这是水龙头，渴了就可以来这里喝水；这是马桶，是用来上厕所的。接着又带他来到书房，表示如果困了就可以在这里睡觉。外星人就这样默默地跟在老人身后，虽然语言不通，但他似乎也明白对方的意思。等熟悉的差不多了后，两人便来到客厅一起看电视。老人告诉他遥控器的使用方法，最后他还介绍了自己的家人给对方认识。他有一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儿子在很远的地方，已经有10年没有回来了。他们之间有矛盾，所以很少联系。虽然老人嘴上说着不在意，但看得出来他很孤独，而且很想念对方。女儿也因为工作繁忙很少回来，他每天就只能靠看电视来消磨时光。外星人就在一旁静静地看着。不过好在他还有几个不错的朋友，会时常一起聊聊天，说曹操就到。就在这时，安妮突然来访。当他看到沙发上正在吃苹果的外星人时，被直接吓得不知所措。 What the fuck is that? You remember the spaceship that crashed in my yard? This is the little man who came out of it. Sitting on your couch. Yeah? He's very friendly. He watches whatever I watch. He's undemanding.安妮这才明白过来，老人并没有撒谎。那天他在居委会上说的都是真的，可他还是不敢相信，这东西不是只有电视上才会出现吗？但他还是鼓起勇气和外星人坐在了一起。当真的和对方接触到时，很快害怕就转变为了惊喜，没想到自己有生之年竟然可以见到真的外星人。随后老人还带他去参观了一下外星飞船。 When he arrived, he wasn't doing nearly so well. He was really banged up from the crash landing. But he'd been eating apples ever since, and I guess they've helped him. Yeah.安妮怎么也没想到外星人竟然喜欢吃苹果。就在这时，他又突然想到了什么，赶紧告诫老人千万不要告诉别人或警察外星人的事，否则他们很有可能会将其抓去做实验。但事情真的会如两人所愿吗？航天局早在几天前就捕捉到了外星飞船的踪迹，只不过由于飞船坠毁，他们一时之间失去了信号，如今正在全力搜寻。如果被他们发现，也不知道对于外星人来说是件好事还是件坏事。这天早上，对方突然画了一只猫给他，他不知道这代表着什么，以为是对方送的礼物。随后，外星人便开始尝试修理飞船。这天，收银员在上班时遇到了老人的女儿，便将外星人的事告诉给了他。 Like an illegal alien? No, an alien from outer space. 女人听后很是惊讶，她觉得老爸的病越来越严重了，如今竟然开始幻想出外星人来了。她实在是担心对方会出什么问题，随后就赶紧回到了家中，表示她已经3年没有去体检了，今天无论如何也要和自己去一趟。老人实在是拗不过，便只好答应。 We're looking for differences. Could you circle the one that's different, please?
他本以为是一些常规的检查，没想到竟然是看心理医生，对方还竟是出些3岁小孩的问题，这让他感到很不舒服。经过一系列的检测，医生怀疑他有很严重的健忘症，如若再发展下去便会转变为老年痴呆。随后女人还提起了外星人的事，表示她去超市买了几10个苹果，竟然说是给家里的外星人吃的。医生听后便问他这是真的吗？他突然想起了安妮说过的话，便解释道那只是个玩笑。此话一出，两人更加怀疑他的病情已经很严重了。医生建议他去养老院或者请一个家庭护理师。对于这个建议，老人非常生气，他不想承认自己老了，还指责女人给自己下套，骗自己来看什么心理医生，平时却不来多陪陪自己。此时安妮正在和外星人看书，见老人如此气匆匆的，她很是担心。外星人也扭头看了一眼，似乎也觉察到了对方的不对劲。等他出去修理飞船时，老人一脸神伤的走了过来，他表示自己的女儿认为自己得了老年痴呆，要把自己锁在家里。 I don't talk to my son. He doesn't like me very much. I understand it. I wasn't good at being a dad, so I stopped. 外星人就在一旁安静地听着老人倾诉，虽然听不懂，但似乎也能明白对方的感受。安妮的情况其实也差不多，她的女儿是一位同性爱好者，也是在很远的地方，常年都不会回来。她并不反对2个女人相知相爱，只希望她能够多回来陪陪自己。如今这种孤独却只能找一个外星人来倾诉。安妮见他整体赤身裸体的不太好，既然到了地球就应该按地球的习俗来，于是就给他找来了一件衣服穿上。外星人也很配合，两人也不知道在他们的星球有没有性别之分，他究竟是女孩还是男孩。 I also thought it might be nice if we gave him a name. 老人觉得没必要，因为他迟早都是要回家的。与此同时，另一边的梅姨正在看电视，电视里正在播报外星飞船的事。他突然就联想到了老人之前说过的话，于是便悄摸摸的去他家查看，果真就看到了一个外星人，而且正在和对方一起用餐。梅姨被吓了一跳，立马就按响了门铃。老人只能赶忙带着外星人上楼，可对方已经看见了，再怎么藏也藏不住。第一次看到外星人的梅姨忍不住好奇上手，就想要摸对方，结果被老人一把阻止，并指责对方不应该监视自己。梅姨担心他有可能会伤人，可他看起来却十分的友善，并且再次给老人递来了一张画，上面依旧是猫咪的图案，但和以前不同的是，这次有气质，似乎是在传递什么信息。就在这天，安妮的家中来了一个小偷，他看到后并没有大声呼喊，而是劝诫小伙现在回头还不晚，换来的却是对方无情的殴打。远在几公里外的外星人通过超能力感知到了这一切，并用意念杀死了小偷。3人虽然恐惧他的超能力，但也深知他是在帮助自己，不然安妮现在恐怕就不会站在这里和两人悠闲的聊天了。 Is it possible he could do it to someone who wasn't bad? Well, he hasn't done it yet. I don't see why we should prejudice him with our fearful thoughts. All right, just asking. As far as I'm concerned, Jules is on our side, and we ought to be on his. I agree. I agree too. 就在这天，几人一起喝下午茶时，安妮突然闻到外面有一股腐烂变质的味道，结果跑出去查看，发现竟然有一只猫咪的尸体躺在院子里，是外星人捡回来的。 He needs cats. 就在这时，对方递来一张画，3人这才反应过来，这不是礼物，而是他在向众人传递消息。他需要猫咪的尸体才能启动飞船，原本一共需要7只，现在有了1只，还差6只。3人实在是想不明白，猫咪的尸体竟然可以用来启动飞船。虽然疑惑，但他们还是决定帮助外星人，毕竟对方也帮助过他们。随后，老人便给在宠物医院工作的女儿打去了电话，询问她有没有猫咪的尸体。听到这话，女人只觉得父亲的病越发的严重了起来，两父女根本就聊不下去。老人只能无奈的挂断电话，再另想办法。他们觉得公路上或许能够找到，总有猫咪过马路时不小心被压死的。殊不知这一切都被不远处的警察看在眼里，因为上次的案件他始终都无法找到线索，更加不相信人的脑袋会无缘无故爆炸。安妮一定是隐瞒了什么，所以才决定监视他们。可一路上不是浣熊的尸体，就是负鼠的。就在这时，他们终于发现了一只猫饼，二话不说就捡了回去。警察对此感到十分疑惑，他们要捡死猫做什么？经过好一阵努力，两人只找到了2只，现在还差4只。此时航天局经过几天的搜寻，终于找到了一丝信号，他们立马就确定了方位。随后梅姨又一口气带回来了3只，现在就只差1只了。就在他们思考如何寻找下一只时，国安局的人竟然找上了门，他们敲了半天的门键没反应，只好先暂时离开。外星人则自觉地躲到了飞船里，虽然这次没有被发现，但时间紧迫，下次就不会有这么好运了。这时老人突然想起了梅姨家的那只猫，现在已经听不见看不见，就连路也走不了了，显然没几天可活了，还不如用来帮助外星人。 Well, he's not dead. He's like my child. You can go fuck yourself. 因为没有子女的陪伴，这只猫就成了他生活的全部。他每天回家，亨利都会凑上来欢迎。可随着年纪越来越大，他已经不能像以前那样陪着自己了，自己却毫无办法，就像人终有一死一样，世间万物都逃不过轮回。最终，他还是决定用来帮助外星人。安妮用铁盆将亨利的头挡住，害怕对方发动超能力时溅的到处都是。 Goodbye, sweet pea. 外星人见状也不再耽搁，脑袋瞬间就蓝温了起来。众人都闭上眼睛，可他们并没有等来所谓的爆炸，对方只是用超能力让猫咪毫无痛苦的死去了。就这样，飞船所需要的材料都集齐了。只见外星人取来一块神秘的白布，小心翼翼地盖在了猫咪的尸体上。下一秒，神奇的事情就发生了。只见7只猫咪开始急速地汇聚在一起，像是活过来了一般。3人都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这是他们第一次观看外星科技。不多时，地上就出现了一个炮弹形状的物体，这便是飞船所需要的燃料。只这么小小的一颗便可以将其启动。经历千辛万苦，他终于可以回家了。随后，飞船开始自行起飞，并逐渐调整好位置。可就是这个举动，也让航天局捕捉到了信号，他们一下就锁定了位置，的确就在老人的家里。2个特工得到命令后，又立马折返了回去。此时，外星飞船的舱门已经打开，是到了离别的时候。众人对外星人都依依不舍，纷纷向他告别。梅姨为其准备了一个代表家的水晶球，安妮则织了一条围巾。她不知道对方的家乡冷不冷。外星人看到后，则像以前一样高举双手，让他为自己穿上去。 Not now.
later. 老人准备的则是一张自己的照片，只希望他不要忘记这里。却在这时，外星人做出了一个请的手势，就像当初的老人邀请他进门时一样。他也邀请3人去自己的家乡看一看，但这可不是旅游，而是要去往遥远的太空，可能离家有几光年之远。 I'll go. 老人觉得反正子女也不在身边，自己一个人也是孤单。在他出现的这段日子里，自己过得很快乐。虽然对方不会说话，但却无时无刻都陪伴在身边。其余2人或许也是这个想法，却在这时女儿打来了电话。不过她不是来劝父亲去医院治疗的，而是希望周末能一起吃个午饭。吃完午饭后，她再给老人剪一下头发。 We've been fighting, and I just want to hang out. I've seen you shut down divorce. I don't want that to happen to us. 女儿的话又让老人想起了以前的生活，那时候是多么的幸福。他又突然不想走了，还不等他从这种思绪中回过神来，一阵剧烈的敲门声就响了起来。是那2名特工，几人赶紧跟随着外星人上了飞船。等特工赶过来时，已经为时已晚，他们已经坐上飞船飞走了。等舱门再次打开时，已经是另一个地方了。 Are we on his planet already? That didn't feel like very long. Felt like just a few seconds. I've got 4 bars and a text message. I think we're still on Earth. I think we're still on Earth. 老人表示就不跟他走了，自己生在地球，已经在这里待了一辈子，不管怎样都是自己永远的家。外星人也明白他们的意思，也就不再强求走进了飞船。他终于可以回家了。或许地球的这段旅程对于他来说也是一段宝贵的记忆。